莲花偷人的那个晚上，丈夫阿福就睡在隔壁的柴房里。这话听着混，却是村里人眼下最爱嚼的舌根。阿福不是没耳朵，也不是心瞎，外头的风言风语像夏天里无孔不入的蚊子，嗡嗡嗡的直往他脑子里钻，盯得他心里又痛又痒。可他能怎么办呢？一个是自己名为正娶，拜了天地的媳妇，一个是自己异母同胞，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弟弟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他这心里像架上了一盘滚油，翻来覆去的煎熬。阿福家在村东头，3间不大不小的土坯房，带着个小院。他爹娘走得早，留下他和弟弟阿贵相依为命。阿福是哥哥，性子也像头老实的黄牛，天不亮就下地，日头落了山才扛着锄头回家，指望着2亩薄田能把日子过得安稳些。他没什么大本事，但舍得下力气，为人也忠厚，村里人都说阿福是个好人。阿贵是弟弟，却跟阿福是2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许是爹娘去得早，阿福总觉得亏欠了弟弟，从小就惯着他，什么好东西都先紧着他。一来二去，阿贵就养成了游手好闲的性子，田里的活半点不沾，成天就爱跟镇上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今天赌2把，明天喝顿花酒，钱袋子比脸还干净。3年前，阿福娶了莲花。莲花是邻村的姑娘，生的那叫一个水灵，眼睛像秋水，腰身像杨柳，走起路来摇曳生姿，村里的小伙子的见了魂儿都能丢一半。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怎么就嫁给了闷葫芦似的阿福？村里人想不通。有人说是莲花家里穷，托阿福家有几亩地，人也老实，能过安生日子。也有人说是莲花自己相中了阿福的憨厚。不管怎么说，2人成了亲。刚成亲那会儿，日子过得蜜里调油。莲花手巧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阿福下地回来，总有热饭热菜等着。莲花话不多，但看阿福的眼神总是带着笑。阿福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，他更卖力气的干活，想着多攒点钱，给莲花扯几尺新布做衣裳，买根银簪子戴。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变了味，起因就是阿贵。阿贵一开始还知道收敛，管莲花叫声嫂子，可日子久了，他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就总往莲花身上瞟。莲花在院里洗衣裳，他就靠在门框上，嘴里哼着镇上学来的风流小调。莲花在灶房做饭，他没事也凑过去，说嫂子做的饭就是香。莲花起初不搭理他，后来被缠得烦了，就冷着脸让他走开。阿贵也不恼，嬉皮笑脸的就晃出去了。阿福看在眼里，心里不舒服，也说过阿贵2句。可阿贵总有话说，哥，我就是跟嫂子亲近亲近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可别听外人瞎嚼舌根，他们就是嫉妒你娶了个漂亮媳妇。阿福嘴笨，说不过他，又念着兄弟情分，只好把火气压下去，想着阿贵就是性子也没什么坏心。他还劝莲花，说阿贵从小就这么个德行，让他多担待。莲花听了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眼里的光暗了些。真正让流言蜚语传开的是半年前的一件事。那天阿贵在镇上赌场输红了眼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扔了回来。债主追上门，指着阿贵的鼻子骂，说再不还钱就卸他一条腿。阿福东拼西凑，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拿了出来，还跟邻居借了些，才勉强堵上了窟窿。从那以后，阿贵消停了一阵子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又故态复萌。只是这一次他学精了，不再明着跟阿福要钱，而是把主意打到了莲花身上。村里人开始看见阿贵常常趁阿福下地的时候
溜进家门。有时候一待就是大半天。王大婶去阿福家借个针线，推开门就看见阿贵和莲花在堂屋里拉拉扯扯，莲花红着眼圈，阿贵脸上却带着得意的笑。王大婶吓得赶紧退了出来，一转身就把这事传遍了半个村子。啧啧，你们是没看见呐，那莲花衣裳都给扯乱了，脸上挂着泪，那不是半推半就是什么？王大婶说的活灵活现。李屠夫也说，我好几次见着阿贵从他哥家出来，都是眉开眼笑的，兜里还揣着钱。那钱哪来的？还不是莲花给的。闲言碎语像雪球，越滚越大。传到后来，就成了莲花背着阿福跟自己的小叔子阿贵好上了。说莲花嫌阿福窝囊没本事，看上了阿贵，虽然混账，但嘴甜会哄人。还说莲花偷家里的钱接济阿贵，俩人早就做下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些话阿福不是没听见。他去地里干活，背后有人指指点点；他去村口井边挑水，碰见几个妇人，人家立刻扭过头，捂着嘴偷笑。他像个浑身扎满了刺的刺猬，走到哪儿都让人觉得不自在。他开始留意莲花，莲花确实变了，他的话越来越少，常常一个人坐在炕头发呆。以前他总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干净利落，现在却开始打扮了。有时候他会从镇上买回来一些香粉，把自己弄得香喷喷的。而且他花钱也大手大脚起来。家里本来就不宽裕，他却隔三差五的买些阿福看不懂的药材，有时候还买些好酒好菜。阿福问他，他只说是给自己调理身子。最让阿福受不了的是莲花开始夜不归宿，起初是1-2个时辰，后来是半宿。他总是趁着阿福睡熟了，悄悄地溜出去，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。他回来时身上总带着一股浓重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香气，混杂着草药味和一种男人身上的汗味。阿福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疼得喘不过气来。他想问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怕问出来的答案是他无法承受的。他爱莲花，爱这个给了他一个家的女人。他宁愿自己骗自己，也不愿相信那些恶毒的流言是真的。直到那天晚上，那晚月亮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，风也大，刮得窗户纸呼呼作响。阿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能感觉到身边的莲花也没睡，身体绷得紧紧的。到了半夜，莲花轻轻地起了床，他动作很轻，以为阿福睡熟了。阿福闭着眼，心却提到了嗓子眼。他听见莲花悉悉索索地穿衣服，听见他打开柜子，好像在拿什么东西。然后是极轻的开门声、关门声。莲花走了。阿福猛地睁开眼，屋里一片漆黑，只有身边还残留着莲花身上的香气，那股熟悉的让他心惊肉跳的香气。这一次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股血气冲上头顶，他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连鞋都顾不上穿，光着脚就冲了出去。他没有追出去，而是冲进了隔壁的柴房。柴房里堆着柴火和一些农具，角落里搭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，那是阿贵住的地方。阿福冲进去的时候，阿贵正躺在床上睡得正香，嘴里还打着呼噜。阿福看着熟睡的弟弟，心里的火气噌的一下就灭了。他颓然地坐在柴堆上，抱着头，心里乱成了一锅粥。莲花出去了，阿贵在睡觉。那莲花是去见谁了？难道村里人说错了？不是阿贵，那又是谁？镇上的赌徒，还是哪个不知名的野男人？这个念头
比怀疑莲花和阿贵更让他痛苦。怀疑阿贵，他还能安慰自己，那是自家兄弟，是一时糊涂，肉烂在锅里。可要是外头的野男人，阿福不敢想下去。他觉得自己头顶的这片天塌了。从那天起，阿福就把自己的铺盖搬到了柴房。他跟莲花说，天热，屋里闷，柴房凉快。莲花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算是默许了。阿福知道，这道坎已经横在他们夫妻俩中间了。他就睡在柴房里，夜夜睁着眼，听着隔壁主屋的动静。他想看看莲花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村里人说，浪子银嫂，浪子是阿贵，银嫂是莲花。可阿福心里清楚，那个浪子或许另有其人，而他的媳妇莲花正在去见那个人的路上。他这个做丈夫的却只能像个窝囊废一样躲在柴房里，听着风声，想象着那顶不知是什么颜色的帽子是怎样被戴到自己头上的。日子就在这种诡异的平静和暗流涌动中一天天过去。阿福变得沉默寡言，脸上的皱纹好像一夜之间深了许多。他白天依旧下地干活，甚至比以前更拼命，仿佛要把心里的苦闷都化作力气发泄在土地里。他不再看莲花的眼睛，吃饭的时候夫妻俩同坐一桌，却一句话都没有。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。莲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冷淡，她还是我行我素，白天操持家务，到了晚上隔三差五就会溜出去。她身上的那股香气也越来越浓，有时候阿福在院子里，风一吹都能闻到从主屋飘出来的味道。那味道很复杂，有花粉的甜腻，有药草的苦涩，还有一种阿福说不上来的类似金属和泥土混合的气息。村里的风言风语也因为阿福的退让而愈演愈烈。大家看阿福搬到了柴房，都认定他是被戴了绿帽子，自己没脸面，只好躲出去，眼不见为净。有人同情他，说他娶了个不守妇道的婆娘，倒了8辈子霉。更多的人是看笑话，说他是个软骨头，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。李屠夫有次喝多了酒，在村口碰到阿福，拍着他的肩膀大着舌头说，阿福啊，不是我说你是个爷们儿就不能这么窝囊，你那婆娘都快成咱们村的公车了，你还蒙在鼓里呢。要我说，你干脆休了他，我给你介绍个好的，保证本分。阿福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。他瞪着李屠夫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那样子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野兽。李屠夫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酒醒了一半，讪讪地走了。阿福没有回家，而是一个人走到了村外的河边。他看着浑浊的河水，心里第一次生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带着莲花一起跳下去，一了百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可他终究还是没那个狠心。他想起了莲花刚嫁过来时的样子，温柔羞涩，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信赖。他想起了爹娘临终前的嘱托，要他好好照顾弟弟阿贵。这2个人，一个是他最爱的女人，一个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怎么就让他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？阿福决定，他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，他要弄个明白，哪怕结果是他最不想看到的，他也要亲眼去看一看。他开始偷偷地观察莲花，像个捕快一样搜集着蛛丝马迹。他发现莲花每次出门前都会在镜子前端详很久，他不是在描眉画眼，而是在看自己的脸色，有时候还会用手指按压自己的脖颈和手腕，像是在探查什么。他还发现莲花买回来的那些药材并不都是香料。有一次他趁莲花不注意，偷偷翻看了他藏在柜子底下的一个布包，
里面除了几包香粉，还有一些干枯的草根和黑乎乎的矿石。阿福不认识这些东西，但他闻得出来，那股熟悉的复杂的香气就是从这些东西里散发出来的。而且他还发现了一本小册子，上面用娟秀的字迹记录着一些他看不懂的文字，旁边还画着一些植物的图样，标注着3钱、5分之类的字眼。这看起来更像是一本药方，而不是情书。最奇怪的是钱，莲花买这些东西花销不小，家里的钱阿福心里有数。莲花哪来这么多钱？他悄悄问过阿贵，最近手头是不是宽裕了？阿贵眼睛一瞪，叫起了撞天区：哥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哪有钱？要是有钱，我还用得着天天喝稀饭？倒是嫂子最近花钱可真大方，也不知道钱是哪来的。阿贵的话像一根针，又扎进了阿福的心里。是啊，莲花的钱是哪来的？一个深夜，莲花又出门了。这一次阿福没有待在柴房，他悄悄地跟了上去。夜色很浓，只有一点微弱的星光。阿福仗着对村里道路的熟悉，远远地坠在莲花身后。莲花走得很急，脚步却很轻，像一只夜行的猫。他没有走大路，而是专挑僻静的小道，一路朝着村西的后山走去。后山荒凉，遍地都是乱坟岗，平时除了清明，很少有人来。莲花来这里干什么？阿福的心砰砰直跳，各种恐怖的念头在他脑子里打转。他看见莲花在一片小树林前停了下来，他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人后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火折子，对着树林晃了3下。很快，树林里也有火光回应，同样是3下。街头暗号，阿福的呼吸都快停滞了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一个黑影从树林里走了出来。是个男人，身形高大，穿着一身夜行衣，脸上还蒙着黑布，只露出一双锐利的眼睛。阿福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死死地盯着那2个人。他看见连天把一个布包递给了那个男人，男人接过布包，打开看了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又递给莲花一个小小的瓷瓶。2人低声交谈了几句，因为离得远，阿福听不清楚。他只看到那个男人拍了拍莲花的肩膀，像是在安慰他。然后男人转身，迅速地消失在了树林深处。莲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才转身往回走。阿福感觉自己浑身的血都凉了。奸夫，这就是莲花的奸夫。夜半3更，荒山野岭，思乡瘦瘦，不是奸夫是什么？还有什么好怀疑的？他几乎要冲出去，当场抓住莲花，质问他。可就在他要抬脚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莲花的脸。借着微弱的星光，他看到莲花的脸上没有半点偷情的喜悦，反而写满了凝重和忧虑。他紧紧地攥着那个小瓷瓶，仿佛那是什么救命的东西。阿福的脚像灌了铅一样，再也迈不动了。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，不对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他没有惊动莲花，而是悄悄地回了家，躺回柴房的床上。他一夜没睡，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看到的一幕。那个蒙面男人是谁？他给莲花的是什么？莲花又给了他什么？那个布包里装的是不是就是那些奇怪的药材和矿石？第2天，阿福假装不经意地对莲花说，昨晚风大，我听见后山好像有动静，跟狼叫似的，怪吓人的。莲花正在扫地，听到这话，手里的扫帚顿了一下，随即若无其事地说，是吗？我睡得死，没听见。后山乱坟多，阴气重，你以后也少往那边去。他的反应更加深了阿福的怀疑。
他在撒谎。阿福决定，他要从阿贵身上下手。如果莲花和阿贵真的有私情，那阿贵肯定知道一些内幕。就算莲花偷的不是阿贵，阿贵整天在村里混，说不定也听到过什么风声。他找了个机会，把阿贵叫到镇上的小酒馆，点了一壶酒，几碟小菜。阿贵，阿福给他倒上酒，最近手头紧不紧？哥，这里还有点钱，你先拿去用。阿贵一听有钱，眼睛都亮了。哥，你真是我的亲哥。我最近手气背，正愁没钱翻本呢。阿福看着他那副德行，心里一阵恶心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说，钱可以给你，但你得跟哥说句实话。什么实话？哥你问，我保证知无不言。阿贵拍着胸脯说。阿福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问，你嫂子她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阿贵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眼神躲闪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，才支支吾吾地说，哥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外边那些人胡说八道，你可别信。我没信他们。阿福的声音冷了下来，我问的是你。你整天在家，你嫂子有什么不对劲，你会不知道？阿贵被阿福的气势镇住了，他放下酒杯，叹了口气，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哥，这事本来我不该说，怕你伤心。既然你问了，我也不能瞒你。嫂子她确实有点不寻常。说，阿福的拳头又攥紧了。我看到过好几次。阿贵压低了声音，神神秘秘地说，嫂子晚上偷偷出去，跟一个男的在村口的歪脖子树下见面。那男的我看着眼生，不像村里人，穿得挺体面。俩人嘀嘀咕咕的，也不知道说啥。还有，嫂子最近不是总买些香粉药材吗？我听镇上药铺的伙计说，他买的那些东西里有好几味是虎狼之药，男人用了能壮阳的。阿贵的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阿福的心上。他只觉得眼前发黑，天旋地转。虎狼之药，壮阳，莲花，他竟然……哥，你别太难过。阿贵还在一旁假惺惺地劝着，嫂子年轻漂亮，你又整天在地里，顾不上她。她一时糊涂也是有的。要我说，这事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闹大了，丢的是咱们家的脸。阿福没有说话，他抓起桌上的酒壶，把剩下的半壶酒一口气灌了下去。辛辣的酒液烧得他喉咙火辣辣的疼，可这疼远不及心里的1/1000。他扔下几个铜板，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酒馆。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又去了后山。他站在那片小树林前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，想从泥土里找出一些痕迹。果然，他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脚印，一种是莲花的小脚印，另一种则是一个男人的大脚印，印得很深，说明那人身强体壮。在附近的一棵树下，他还发现了一点被碾碎的黑色粉末，闻起来和他从莲花布包里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证据确凿，阿福的心彻底死了。他回到家，看莲花的眼神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他恨他，恨他的背叛，恨他的水性杨花。他也恨自己，恨自己的无能和窝囊。就在阿福准备彻底摊牌，写一封休书把莲花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事情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阿贵出事了，他不知从哪弄来一大笔钱，在镇上赌场里豪赌了3天3夜。结果钱输光了不说，还出老千被人当场抓住，打断了一条腿。这下家里彻底炸了锅，债主们像闻到血腥味的狼一样，再次涌上了门。
这次他们不光要钱，还要人。赌场老板放话，半个月内还不上钱，就把阿贵另一条腿也打断，再把他卖到黑煤窑里去，一辈子当牛做马。阿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家里已经山穷水尽，亲戚邻居也都借遍了，实在凑不出那么多钱。他看着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阿贵，又气又恨，却又不能真的不管他。就在阿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莲花站了出来。钱，我来想办法。他对阿福说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阿福愣住了，他看着莲花，这个他已经认定不守妇道的女人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哪来的钱？他冷冷地问。莲花没有回答，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，你信我一次。说完，他就回了屋，关上了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莲花比以前更忙了。他白天依旧操持家务，照顾断了腿的阿贵，晚上则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捣鼓那些瓶瓶罐罐和草药。屋里传出的香气也越来越浓烈，甚至有些刺鼻。阿福则陷入了更深的矛盾之中。一方面，他恨莲花，不相信他；另一方面，阿贵的命悬于一线，他心里又隐隐期盼着莲花真的能创造奇迹。这天晚上，阿福在柴房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索性爬起来，想去院子里透透气。刚走到主屋窗下，他就听到里面传来了莲花和阿贵的说话声。他心里一动，悄悄地凑了过去，把耳朵贴在了窗户纸上。只听见莲花的声音冷若冰霜，阿贵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爹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阿福浑身一震。爹娘不是病死的吗？莲花为什么这么问？屋里阿贵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。嫂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爹娘是得了疾病，郎中都来看过的，怎么？别跟我装糊涂。莲花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像一把出鞘的利剑。陈郎中是来看过，可他开的方子，你真的照着去抓药了吗？你偷偷换掉的那几味药又是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没有。阿贵还在狡辩。没有。莲花冷笑一声，你当我这3年天天闻着你身上那股消不掉的断肠草味是闻着玩的吗？你以为你把剩下的药渣埋在后院的老槐树下就神不知鬼不觉了？你以为我费尽心思找人配出解药是为了什么？断肠草、解药，这一个个词像惊雷一样在阿福的脑子里炸开。他感觉自己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屋里沉默了片刻，随即传来阿贵惊恐的尖叫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知道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莲花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悲哀。阿贵，我早就怀疑了。爹娘走得太蹊跷，前后不过半个月，症状也奇怪，一开始只是乏力、咳嗽，后来却迅速恶化，七窍流血而死。陈郎中也说，他行医几十年，没见过这么凶险的病症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留了心。我发现，爹娘生病期间，都是你一个人在煎药，而且从那以后，你身上就多了一股洗不掉的草药味。你手上那块常年不愈的烂疮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？那是被断肠草的汁液灼伤的，对不对？阿福如遭雷击，呆立在窗外。他想起了爹娘临终前的惨状，想起了阿贵手上那块确实一直没好利索的烂疤。他一直以为那是阿贵不小心烫的，没想到我跟着你把你扔掉的药渣挖了出来。我不懂药理，就只能拿着药渣偷偷去镇上找不同的药铺去问。
我怕被人发现，只能晚上去，只能找信得过的人。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甚至把我娘留给我的嫁妆都当了，就是为了买通药铺的学徒，让他们帮我辨认。后来我找到了城里回乡养老的张捕头，他以前在衙门管的就是刑狱，见多识广。他一看那药渣，就认出是断肠草，一种慢性毒药，无色无味，混在别的汤药里，神仙也难辨。只是这毒草霸道，长期接触的人身上会留下痕迹。莲花的声音在颤抖，那里面压抑了太多的委屈和痛苦。为了拿到证据，为了找到解药，我这3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被全村人戳脊梁骨，说我是淫妇。我被你最亲的哥哥误会，他看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。我不敢说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更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我只能一个人扛着。阿贵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是我们的爹娘啊。我没有。你血口喷人。阿贵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是吗？莲花的声音再次冷了下来。张捕头已经把证据都收集齐了，你买毒药的那个黑市商人也找到了。只要我把这些东西交到县太爷那里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今天来是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把你这些年是怎么一步步害死爹娘，又是怎么把家里的田契地契偷偷拿去抵押，换成赌资的，一五一十的写下来，画上押。然后我带你去自首，看在你我叔嫂一场，看在阿福的面子上，或许还能留你一条全尸。窗外的阿福已经泪流满面，他终于明白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明白了。莲花身上的香气不是什么偷情的味道，而是他为了掩盖药渣的气味故意撒上的香粉。他夜半出门，见的不是什么奸夫，而是帮他查案的张捕头。他买的那些虎狼之药根本不是给什么野男人用的，而是在张捕头的指点下用来做实验，寻找断肠草解药的引子。那个小册子是他的查案笔记，那些钱是他变卖了所有首饰换来的。而他这个愚蠢的丈夫都做了些什么？他怀疑他，冷落他，甚至动了休妻的念头。他把他一个人丢在流言蜚语的漩涡里，让他独自承受着这比天还大的秘密和痛苦。阿福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几个耳光。他推开门冲了进去，屋里的莲花和阿贵都吓了一跳。阿福，莲花看到他脸色煞白。阿福没有看他，而是径直走到床边，一把揪住阿贵的衣领，将他从床上拖了下来。畜生！阿福的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来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阿贵吓得魂飞魄散，看着状若风虎的阿福，再也不敢隐瞒，竹筒倒豆子一般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招了。原来阿福的爹娘手里藏着一份祖上传下来的家业，并不是什么金山银山，而是一张老契，是城里一处铺面的房契。二老想着，等2个儿子都成了家，再把这份家业拿出来，给他们做个小本生意，免得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。这件事只有阿贵无意中偷听到了，从那时起，贪念就在他心里生了根。他等不及，他想要快点拿到那份家业，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。于是他狠下心，从黑市买来了断肠草，一点一点地加在爹娘的药里，制造了二老病逝的假象。爹娘去世后，他翻遍了家里，终于找到了那张老契。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偷偷拿去赌场抵押，换了一大笔钱。可他贼心不死，赌瘾又大，没多久就把钱输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他不敢跟阿福说实话，只好一次次地撒谎，编造莲花和他的谣言，甚至故意引导阿福去怀疑莲花，
就是为了转移视线，让这个家不得安宁，他好趁乱继续作恶。他之所以散播莲花出轨的谣言，一方面是嫉妒哥哥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败坏莲花的名声。只要莲花的名声臭了，他的话就没人信了，就算他发现了什么，也只会被当成是风言风语，或者被认为是奸情败露后的报复。用心之歹毒，简直令人发指。真相大白，阿福松开手，阿贵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阿福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而是转身走到了莲花面前。他看着莲花憔悴的脸，看着他眼中的泪水，这个7尺高的汉子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莲花，我对不起你。阿福的声音哽咽，泪水决堤而出。我不是人，我瞎了眼，我混蛋。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还……莲花也哭了。他积攒了3年的泪水，在这一刻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流淌。他扶起阿福，夫妻俩抱头痛哭。所有的误会、隔阂、痛苦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第二天，阿福和莲花押着阿贵，带着那份写满了罪状的供词和张捕头收集的证据去了县衙。县太爷听完陈述，看了证据，经堂木一拍，当即宣判：阿贵谋害双亲，侵占家产，罪大恶极，判了秋后问斩。那些追债的赌场打手也因为涉嫌聚赌放贷被一并收押。案子结了，阿福和莲花的名声也彻底洗刷干净了。当他们回到村里时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那些曾经在背后说3道4，看他们笑话的村民，一个个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王大婶提着一篮子鸡蛋，站在阿福家门口，嗫嚅了半天，才说出一句对不住。李屠夫更是把自家的肉铺关了半天，专门跑到阿福家给他们夫妻俩赔罪。县太爷也被莲花的坚韧和智慧所感动，他认为莲花这样的奇女子不应被埋没。他不仅免了阿福家3年的赋税，还亲自题写了一块一节珍劣的牌匾，派人敲锣打鼓地送到了阿福家门口。那张被阿贵抵押出去的铺面房契也被县太爷判了回来。原来那赌场本就是非法经营，抵押自然也作废。阿福和莲花用那间铺面在城里开了一家小小的药材铺。莲花因为这几年的经历，对药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跟着城里的大夫学习，天资聪颖，很快就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女郎中，尤其擅长解一些疑难杂症。阿福则负责铺子的经营和采办，他为人忠厚，从不卖假药，童叟无欺，生意越做越红火。他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几年后，莲花还给阿福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村里人在提起阿福家，嘴里说的不再是浪子银嫂的混话，而是充满了敬佩和羡慕。他们说阿福是好人，莲花是好女人，好人有好报，这是老天爷都看在眼里的。又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阿福和莲花坐在自家的院子里，看着儿子在地上蹒跚学步。阿福，莲花靠在丈夫的肩上，轻声说：你还记得吗？以前村里人都说我是银嫂。阿福搂紧了妻子，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记得，可在我心里，你从来都不是。你是我莲花，是我阿福的媳妇，是这个家的顶梁柱。以前是我蠢，让你受苦了。莲花笑了，眼角眉梢都漾着幸福。他说，都过去了，只要我们俩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远处的村庄已经陷入了沉睡，月光如水，温柔地洒在他们身上，也照亮了门楣上那块金光闪闪的牌匾。
世间的流言蜚语，终究会被真相和时间冲刷干净，而那些真正善良、坚韧的品格，却会像金子一样，在岁月里愈发闪亮。